PGO 牛高达才刚过去半年 ，PGO 烈焰魔剑又来了，30公分超大尺寸，50公分超宽翼展，全身遍布爆甲结构。今天就让我带小伙伴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款由橘猫工业出品的降注首款产品烈焰魔剑。详细的开箱视频，感兴趣的可以移步主页观看。本期视频里呢，就不做过多赘述了。这次虽然有100块板件，但拼装总时长也就花费了10几小时。说明书有索引啊，没有找板件的烦恼，拼装非常流畅。在拼装过程中，说明书把每一个部位都分成了骨架和外甲2部分。如果按照说明书的顺序拼装呢，是先上部位的骨架，然后再拼部位的外甲。但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先把骨架全部安装完成，再去安装外甲。外甲的工作量真的很小。这一次内部骨架规格非常之高，基本上没有空心的位置啊，全部都是零件堆砌出来的。同时，每块骨架零件上面还带有海量的浮雕细节，即便是大比例，精密度依旧很夸张。除了骨架，背包的细节填充也毫不马虎。薄薄一片翅膀里面还有龙骨支撑作为骨架结构。翻开上方的发动机盖，还能取出内部的发动机，一览发动机的全部细节。外甲的拼装可能只占了整款套件的15%啊，大量的武器装备反而占比更高。整体完成以后的配置包括了背包、全武装加上替换的装甲，可以说非常豪华了。我们先看主体，高约25厘米啊，比 PG 小一点，比平常 MG 都要大，加上地台算是贵霸级别了。因为没有合金关节加持，即便是当前尺寸，单主体也只有265克。单看这个重量也许不太压手，但背包还有半斤，加上地台啊，足1公斤，整体完成重量非常夸张。主体的外观呢，其实这一次2级分化是比较严重的，这里给大家贴一些特写以及全身照啊。这个造型不知道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可以打几分呢？展开后脑勺外甲，插入透明件，就完成了头发的组装。开启头灯以后，会发现头发有2种模式，一种是敞亮，一种是呼吸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生动的。本款套件总共有2颗灯组，一颗在头部，另一颗则在驾驶舱的位置。打开驾驶舱之后，前推胸甲就会自动点亮。套件内也有专属的显示屏水贴和胶贴啊，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贴一下，丰富一下细节。驾驶员是纯靠坐姿固定的，可以直接无痛取出。比较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拇指大小的驾驶员是做了全可动的，还附带了握持手枪的造型手和独立展示的透明支架，表现效果确实不错。一体性方面，不搭载背包，单主体状态下阻尼感调教的刚刚好，这个尺寸不松也不垮，也没有特别紧不敢掰的关节。手臂曲肘有联动效果，胸部两侧外拉解锁可以拓展可动幅度。弯腰时，腹部带有防穿帮结构，背部带有防穿帮结构以及联动机构。左右侧摆时带动腰部两侧装甲联动，尾椎骨部分零件外拉解锁可动，额外增加一段弯腰，可以达到更强的弯腰幅度。由于没有太大的拳甲干涉，后踢以及前踢的可动范围都非常夸张。屈膝部分也是标配了联动展开效果。前脚掌带有一段额外展开接地可动，下胸部分带有一个多段式可展开的机械臂结构。肩甲有2种样式可以替换，通过滑槽的方式来连接，搭载非常稳定，还带有非常多的展开联动。说到展开，这一款烈焰魔剑的爆甲结构可以算是遍布全身了。先来看看主体的爆甲结构都有哪些位置吧。也许有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这一次的爆甲与同类产品最大的区别是在爆甲内也加入了非常多联动结构，整个爆甲的把玩过程算是亮点十足。但这个爆甲之后的造型呢，确实会显得稍微有一些琐碎杂乱。关于这个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是否喜欢呢？
看完本体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更抓眼球的50公分翼展大背包。机翼的表面表现细节非常丰富，背后喷口翼片每一个都是独立的，直接在板件上安装，非常讨巧。搭载4组挂载式榴弹，机翼整体设计相当写实，算是改造的好素材了。正好烈焰魔剑现在有改造大赛，有机会免费获得，有实力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扰流板结构给出了单独的分件搭载，可以自由调节角度。与主体设计风格一致的是，这款飞行器也带了非常多的展开结构。与支架连接的支撑孔位也做了隐藏处理。如果你的柜子实在腾不出50公分的位置啊，这款的翅膀也可以进行折叠收纳。遗憾的是，因为灵魂被重力给束缚，搭载上这个背包啊，想要自立确实是有些困难了。好在支架的设计不错，可以让烈焰魔剑在搭载背包的情况下保持自然的站姿，立在地台上。讲完主体和背包两大部分，武器也是这一次的核心看点之一。地台不只是地台，还是一个巨大的整备架，同时也是收纳盒。主武器破坏榴弹炮全展开可达31厘米，炮管是折叠收纳的结构。弹夹内置弹簧，分了弹壳和完整子弹的2个弹夹。安装弹壳弹夹的时候，拉栓会有弹壳飞出。注意千万不要安装带有完整子弹的弹夹，不然的话就会像我这样直接完整子弹卡在里面。突击步枪枪托可折叠，弹夹可以拆卸，枪身可展开。霰弹枪弹夹可以推动，可以展开，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枪托。同样的弹夹可以取下。2连装的3管加特林机枪，这个东西是挂在屁股上的，有没有看过全金属的给我补充一下设定啊。上面还可以挂载2把辅助枪械。折叠小刀的展开设计很有意思。得益于机械臂的加持，上面讲到的热武器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全搭载模式的，直接就治好了火力不足恐惧症啊。长距离破坏榴弹炮呢，还可以直接搭载在飞行器上，形成一个类似于当前全装备的形态。当你完成这个形态，你至少需要宽60公分、高30公分、深30公分的收纳空间了。模型本身不贵，放模型的这块地方还真不便宜。总的来讲，这一款橘猫工业降柱系列首款产品啊，比预想中的还要惊艳不少。骨架和爆甲的设计完成度都非常高，真要让我挑点刺出来，可能就是配重问题了。这个背包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独立搭载了，肯定是跟支架连在一起的。还有就是部分联动的确有些抠手。那不知道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们觉得这款产品表现如何呢？是否已经入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这里是学子来日方长，我们很快再见。